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鲁托比亚 Lab 频道，我是 Lily。这次要来教 Unreal Engine 5.4新功能模块化控制绑定 Modular Control Rig。在教学影片前，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请帮我按赞、订阅，以接收频道发布影片的最新通知，并且不要忘了按赞这部影片。那我们就来开始讲解。模块化控制绑定是什么？这个就是你可以利用简单的模块化部件，像手臂啊、腿、手指或者脊椎，而非复杂性的部位来构建动画绑定。就只是将预设模组控制拖到角色身上，它就会自动快速地创建完成，就不必像以前一样工作流程繁琐就要手动，现在不需要从头手动开始做起，我们直接可以快速的去制作 Control Rig 的部分。那 Control Rig 这个的话是不需要开启任何的插件，只要你是使用 Unreal Engine 5.4版本就可以了。那我这边就来开始创建一个 Control Rig。首先我们先来按右键Animation Control Rig 这边有两个选择。以前的话，第一个 Control Rig 就是你自己要去一个一个从头到尾去创建。那这个 Modular Rig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那我这边就直接创建一个。那我这边就先用预设的机器人，我看这里预设的，那我用这个 Mini 的这只机器人，你就到 Mesh 这边去选择你要的。然后我这个影片是先讲基本的，然后下一支影片我会来针对 Misemo 还有 Custom 角色的部分来继续做讲解。那这边的话，你看呢，这边有很多的模组化，这里有手臂啊、手指等之类的。然后如果说你觉得这边字有点小，icon 有点小，你可以从这边齿轮，然后这里有一个 tiles， 然后这边齿轮，再往下面这里有一个 thumbnail size， 你可以选你觉得的大小，这里选 medium， 然后这样就比较大。然后刚刚汇进来这只机器人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它已经帮你先创建了一个基础的 root 的 control 了？然后这边有一个点，这个就是模组化。然后你滑鼠过来之后，它就会提示你说这个是可以放什么。像我现在滑过来，它是显示 spine， 那我们就可以从这边去拖 spine 过来，它就会帮我们自动生成好了。然后再来接续的 neck， 那我们就直接拖拉 neck， 然后这一个 shoulder 一样把它都拖过来，然后这个是 hand， 就其实是用按这个模组，那我左边右边都需要去拖曳。然后其实你看它是有手指头的，我先把这个摄影机稍微调小一点，这样比较好控制。你看这个手指头的话也是可以的，我们再把 finger 拖给它，分别做拖曳。另外一只手，然后其实你可以发现啊，你看到它的这一边是蓝色的颜色，而另外一边是红色的颜色，就是可以比较容易分辨说是哪一个是左边，哪一个是右边。然后它可以快速帮我们调，是因为机器人它是已经运用了它自己基本的一个命名规则，所以它可以快速的这样子直接做创建。我先把这个关起来，就是如果有时候你一点它，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可以选择。
那接续的我来针对脚的部分，一样脚过来，然后这里是 foot。然后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脚来说，是不是方向错了？然后我待会来说，这个是因为现在的最新版本 Unreal 5.4.3 所出现的问题。其实在之前的 5.4.2 的时候，这个版本是没有问题的。它好像是做了一个小部分的更新，然后把它给没有设定好，所导致这样。那我们待会来做这个，把这个 bug 给解决。那我先来讲一下其他的部分。然后你看，像刚刚所创建完之后，你可以到这边 Module Hierarchy 这边，你可以发现，你看有没有，它帮我们做了阶层的一个，然后你可以分别的去点。如果像我点这个 Spine 的话，然后我们再到 Details 这边，你可以从这边去改颜色。再到 Module Setting 这边，你看它帮我们有一个预设的。你可以从这边改颜色，像它的那个中间的颜色是黄色，右边是红色，左边是蓝色，你可以从这边去改。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尺寸太小了，你想要放大也是可以的，你就直接到 Shape， 像这个 Spline Control Shape Setting 这边，然后再到 Shape 这边。再到 Transform 这边可以进行做 Scale 的设定。如果说你今天的这一个控制器是要朝另外一边，你也可以从这边做 Locator 做设定。如果反正你就是任何的控制器移动、旋转、放大都要从这边做。如果你是从上面这边去做修改设定的话，那你的整个的比例还有都会被更改。所以一定要从 Shape 这边去做。那我这里示范一下，如果这边我要 Spline 这边尺寸放大的话，那我这边给它假设设5，有没有？这里整个就放大5。那如果说你想要旋转另外一边，你也可以这样做，它也会跟着旋转。那我这边就直接用预设就好了。好，那这个是它主要的一些功能。然后其实如果说你还有其他的一些设定要调你可以去针对说这边会写说你是哪一个控制器，像是 Spine Body 屁股Chest 这边你就可以去分别的去做一些设定。然后这里的话，你的命名方式你这边也可以做一些修改。然后我基本上这边都用预设，我就不改了。然后我们现在来讲最重要如何把这个脚的这个控制器给修改好。这个主要是因为你看这个 Pole Vector 所导致，因为它的那个 Pole Vector 一直在原点，所以导致这个角转成这样。然后它的 Pole Vector 控制器，看一下是哪一个，我看能不能这样直接选到。可以的。其实它也是可以从这边选，它会显示一个控制器的名字，但我目前没有看到，目前这边都是骨头。好，反正就是因为这个控制器所导致的，你看，因为它 Pole Vector 在原点，那我们来开始解决。首先，我们先到这个 Content Drawer 这边，然后你要在Settings 这边有一个 Show Plugin Content 给打勾，打勾之后到这边，下面的 Engine 再到 Plugins 这边，然后往下滑，找到 Control Rig 这个有一个 Control Rig Module Content， 然后再到 Module， 你看这边的 Module 上面就是这边预设的 module。 然后其实我再讲一个，就是我有看到它应该未来会去针对视组的部分。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因为我们来到 Control Rig Content 这边，然后我有看到 module icon，
是 icon 还是 module？ 诶，我看一下。哦，不好意思，是这个 control rig module content，然后 icon 这边，你看它这里有针对动物的，还有那个章鱼的那个触角，有没有？这个狗啊的头，还有这些尾巴之类的。所以说，未来我就应该可能下一次更新，可能就会新增这一些。那我们就敬请期待它下一次的更新，因为我看它这 icon 都出来，所以下次一定应该会有的。好，那我们继续来去修改我们那个 bug 的部分。那回到上一层 modules， 然后我们要先打开两个，就是针对手跟脚的部分。然后脚的话，打开这个 leg module。然后再来一个 arm 这个 arm 的这个的话，到左边这边 functions module， 然后选这个 cursor to bone leaf， 点两下，进来之后找到 build pointer， 然后有些人是说，你可以直接去针对 arm 和 leg 去寻找这个 compute pointer， 然后去针对做 transform 这边给打勾的话，基本上可以解决。当然，我觉得我就直接从它再稍微底层针对这一个它做好的方向去做修改，然后我们再点两下 compute pointer， 然后进来之后这边。其实你认真看它这边，它这个方向一进来，它有先执行，执行之后它会先做 A 跟 B 两件事。那你可以看到，我先把这往上拉，你看它 A 的时候，它有先进来做这个branch 的 true， 就是如果说它有去画那个 transform 的话，它就进来，它就会去画这一个那个形状出来。但是你看它画了形状，但是它的这个节点没有在持续做执行，所以可能应该是这边所导致的错误。因为你看它的 V， 它进来之后 V 在做 V 事情进来之后，它就直接出去了，所以是什么事根本就是没有做，所以它是直接进来什么事都没做，然后这边的任何执行就没有跟它有任何的相关。因为你看它这个做 transform， 其实因为它要得到它的那个 transform 的资讯，它有爬才有办法去画嘛。但因为它这个直接去做执行，要直接出书，就基本上没有画到什么。那我们这边的话就可以这样直接做修改。我们在这个做 transform 这边，然后去 return 这个，然后接续的这个 is true 的部分，我们就不要再透过这个 branch， 我们直接从最前面的这一个，它进来的时候就直接去执行，直接这样子，然后按下 compile， 记得按下 save， 然后再回到那个，再按下 compile， 按下 save， 就是分别的去那它去 compile， 再去按 save， 那它可以就是一个function你有存好，然后下一个它因为它会读取那个它原先的那个 library 的资料嘛，所以它要再读一次，所以你就给它按 compile， 再储存，基本上应该就会有了。然后你看按完之后这样是不是修好了？你看那这样子它控制器就已经帮我们画好在这了，所以这样等于直接修复好。然后我刚刚直接从它最底层的那个 library 去做修改啊。就如果说未来尽量呢不要去它最底层去修改会比较好，因为如果你修改然后你又做了其他事，可能会导致你的这一个插件会有任何的问题。所以说如果可以就尽量不要碰，但因为它这个是原先的 bug 啊，我不确定官方下一次更新会不会去做更改，反正就是
刚好遇到这个问题的，那我们就尽量的自己去解决，所以这样子就有了，这样我们的 Ctrl 绿格这样就可以使用了。然后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拖拉到场景里，你看这样子是不是就有了？这样我们就可以从这边去做我们想要的动作，你就可以从这个 sequence 这边直接去 key 你要的动作，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动，这样子动啊，手啊我要这样动哦，脚啊我要这样抬啊，都是可以的。那我们今天的教学影片就先到这边为主。那如果说这个影片对你有任何帮助，再帮我按赞、开启小铃铛。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咯。我们下一支影片会讲到 Misemo 的部分，如何来针对 Module Ctrl 绿格来做一些设定。那我们下一次见咯。